同学们好，前几节我们学习了玻璃的通性、形成和结构。今天我们来学习本章的最后一节常见玻璃类型。常见的氧化物玻璃主要有两类：硅酸盐玻璃和硼酸盐玻璃。其中，硅酸盐玻璃由于成本低、化学稳定性良好、硬度高、生产方法简单而被广泛应用。硅酸盐玻璃由二氧化硅、钾金属氧化物、钾土金属氧化物等组成。随着碱性氧化物的引入，体系的氧硅比逐渐增加，玻璃的三维网络骨架逐渐破坏，由架状向层状、裂状直至岛状变化。同时，玻璃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为了描述玻璃的结构，我们建立了4个不同的结构参数，分别是 R 氧硅比，即玻璃中氧离子总数与网络形成离子总数之比； X 每个多面体中平均非强氧个数； Y 每个多面体中平均强氧个数； Z 每个多面体中氧离子平均总数。一般硅酸盐玻璃中 Z 为4，硼酸盐玻璃中 Z 为3。这4个参数中存在一定的关系。首先 x 加 y 等于 z， 其次 x 加y 等于 r。 那么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关系呢？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思考一下。由此可见，只要知道2个结构参数，就可以得到另外2个，同时还可用 x 和 y 求出玻璃中的非强氧百分数和强氧百分数。接下来我们举几个例子计算一下结构参数。例如，水玻璃是由氧化钠和氧化硅摩尔比1:1组成的，该玻璃中 Z 等于4， R 中分子上的氧来源于氧化钠和氧化硅，分母来源于氧化硅，按摩尔比计算可得 R 等于3。结合公式我们可以得到 x 和 y 都等于2。在与 10% 摩尔的氧化钠、8% 摩尔的氧化铝、82% 摩尔的氧化硅组成的玻璃为例，当玻璃中存在的组成比较复杂时，首先需要判断各类氧化物的作用。该玻璃中氧化钠为网络变性体，不参与网络形成；氧化硅为网络形成体，构成玻璃网络，因此 Z 等于4。氧化铝为中阶体，它在玻璃结构中的位置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判断方法如下：如果钾金属氧化物和钾土金属氧化物与氧化铝的比值大于等于1，那么铝离子为网络形成离子；如果钾金属氧化物和钾土金属氧化物与氧化铝的比值小于1，那么铝离子为网络变性离子。如果为网络形成离子，铝离子的含量要计入 R 值的分母中；如果是网络变性离子， R 值的分母中就不考虑铝离子的含量。同时，结合分子式可以计算出各种氧化物提供的阳离子数量，进而计算出 R， 求出 x 和 y。该例中，通过计算可得 R 等于 2.02， x 等于 0.04， y 等于 3.96。 此外， y 是玻璃的重要结构参数，玻璃的很多性质取决于 y 值。y 小于20，硅酸盐玻璃就不能构成三维网络，而在形成玻璃范围内， y 增大，网络紧密，强度增大，粘度增大，热膨胀系数降低，电导率下降。相反的， y 下降，网络结构疏松，网络变性离子的移动变得容易，粘度下降，膨胀系数增大，电导率增大。不同组成的玻璃，只要 y 值相近，玻璃就具有相似的性质。最后，我们再对比一下硅酸盐玻璃与硅酸盐晶体，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晶体中硅氧4面体的排列是严格有序的，而在玻璃中
是无序排列的。第二，晶体中一价或二价阳离子占据了点阵的固定位置，而玻璃中则统计地分布在空隙内，平衡非强氧的负电荷。第三，晶体中只有半径相近的阳离子能发生相互置换。玻璃中网络结构容易变形，只要遵循静电价规则，不论离子半径如何，网络变形离子均能相互置换。第四，晶体中一般组成是固定的，且符合化学计量比，那么这里边固溶体除外。而玻璃中只要在形成玻璃的任意组成范围内，氧化物可以以任意比例混合。这些差异说明玻璃的化学组成结构比晶体有更大的可变动性和宽容性，所以玻璃的性能可以做很多调整，使玻璃的品种十分丰富，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另一类常见氧化物玻璃是硼酸盐玻璃。三氧化二硼是硼酸盐玻璃中的网络形成体，三氧化二硼也能单独形成氧化硼玻璃。按无规则网络学说，纯三氧化二硼玻璃的结构可看作由硼氧三角体，那么硼氧三角体是一种瘪三角形锥体，因此可以近似地认为是三角形，由它无序相连而组成的向两度空间发展的网络。三氧化二硼玻璃的层之间是分子力，是一种弱键，所以三氧化二硼玻璃软化温度低，表面张力小，化学稳定性差，那么它在空气下十分容易潮解，热膨胀系数也很高。因此一般来说，纯的三氧化二硼玻璃使用价值很小。但是呢，三氧化二硼是唯一能用来制造有效吸收慢中子的氧化物玻璃，而且是其他材料不可取代的，所以它在核工业中有重要应用。三氧化二硼与解金属氧化物或解土金属氧化物等配合，才能够制备出稳定的、有更多使用价值的硼酸盐玻璃。当然，当三氧化二硼中加入解性氧化物时，会出现硼反常的现象。我们已在之前的小节中详细学习了这一现象，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更多说明。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硼酸盐玻璃的一些应用。第一，如刚才所说，硼酸盐玻璃可以吸收慢中子，在核工业中有重要用途。第二，硼酸盐玻璃对解金属、钠、铯等蒸汽稳定性很好，可作为含钠含铯的放电灯的灯罩材料。第三，特种硼酸盐玻璃的另外一个特性是 X 射线透过率高，可作为 X 射线管小窗的材料。第四，硼酸盐玻璃电绝缘性能好，而且易溶，因此是一种常见的玻璃焊接剂或粘接剂。第五，硼酸盐玻璃容易发生风向，可以使玻璃产生乳浊效应。大家在今后的选材和材料组分设计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玻璃制品。好，这就是熔体和玻璃体这一章大家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谢谢。